当你还在为了避开高达20%的额外买方印花税而绞尽脑汁，或者坚信买第二套祖屋收租是普通人积累财富的唯一方式时，新加坡一部分资金早就撤出房地产市场，转向了另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庞大产业。大家好，我是专门拆解新加坡科技商业逻辑的投资分析师。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状。在通胀和高息环境的双重挤压下，执着于房产可能让你错过新加坡未来10年庞大的造富机会，也就是医药科技。过去3年，核心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每月的主屋杂费和水电费在增加，公积金普通账户里的利息依然停留在 2.5%。这种利率水平在通胀面前，实际购买力是不断下降的。当你还在为生活成本精打细算时，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变化正在逼近，那就是人口老龄化。根据政府发布的白皮书数据，预计到2030年，新加坡每4个人中就有1个超过65岁。老龄化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短缺，更是大幅增长的医疗开支。新建一家公立医院的耗资动辄10几个亿，同时还要面对医护人员短缺导致的薪资上涨压力。新加坡政府明白，单靠建设新的综合医院根本无法应对未来的需求。过去几年，政府在基础设施和产业扶持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伟医科技城和启奥生物医药园持续扩建，提供了超过200万平方英尺的研发空间。经济发展局每年投入数十亿新币的预算，吸引全球顶尖药企和医疗器械公司来设立亚太总部。比如赛诺菲投资了6亿新币，在新加坡建设具备先进数字化技术的疫苗生产基地。德国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 也在这里设立了区域总部和生产设施。这背后是一个清晰的国家战略方向。政府计划通过发展医药科技来降低整体医疗成本，同时把它培育为维持经济增长的下一个核心推动力。当国家层面都在用大量资金往这个产业投入，那你千万不要错失了跟着顶层资本获益的机会。那么，新加坡到底凭什么能在全球医药科技里占据一席之地？很多人会有疑问，新加坡本土市场这么小，发展医药科技能有前途吗？这恰恰是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新加坡从来不依靠内部需求来支撑产业，它是整个亚洲医疗市场的重要测试基地和枢纽。这里有2层核心机制，第一层是监管体系的优势。新加坡卫生科学局的审批标准在国际上非常严苛，正因为标准高，它在业界拥有了很高的公信力。东盟国家之间有医疗器械监管指令的互认框架。第2层，我们要看清资本真正流向的细分领域，不要一听医药科技就只想到研发周期长达10年、失败率非常高的创新药。新加坡目前最具竞争优势的是医疗器械制造和数字医疗设备。回顾过去几十年，新加坡最成熟的产业是半导体和精密工程。现在，这种积累了数十年的精密制造经验被直接应用到了医疗领域。许多原本在半导体行业工作的工程师，经过简单的培训就能直接转入医疗器械制造行业。全球前10的医疗器械公司中，超过一半将区域总部或高端制造线设在大势生物医药园。比如全球知名的生命科学公司赛默菲士尔就在新加坡建立了无菌制造设施。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风险投资和主权基金的参与领域，普通人根本无法触及。资本市场的规则是，只要找对投资工具，个人投资者一样可以获得产业发展的收益。如果你依然有地产情节，追求稳定的被动收入，可以去关注医疗房地产信托基金。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百汇生命房地产信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底层资产是分布在新加坡和日本的私人医院以及疗养院。不管宏观经济周期怎么波动，人们看病就医的需求是不会消失的。医院的租约通常长达10年甚至15年，并且附带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租金递增条款。这种资产带来的租金现金流比传统的商场或写字楼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过去10几年里，这类信托基金的派息率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如果你想捕捉整个行业的增长潜力，但又担心选错单只股票承担过高风险，可以考虑配置重仓亚太医疗科技的交易所交易基金。通过一揽子买入数十家相关公司的股票，你不仅投资了新加坡作为研发和制造中心的产业优势，还直接覆盖了亚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消费升级。这种分散投资的方式能够有效降低单一公司财务造假或产品研发失败带来的冲击。深入供应链寻找新交所里的精密代工企业也是一种策略，去研究那些为全球顶级医疗器械公司提供核心零部件的本地制造商。这些代工企业通常拥有稳定的利润率，并且与跨国巨头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协议。评估这类企业时，
有2个重要的财务指标可以参考。翻开他们的年度财报，首先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否连续3年为正，这证明它有实际的业务支撑，能够靠自身运营产生现金，而不是依赖借款。其次，看它的研发资金里有多少是来自政府的科研拨款，获得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或经济发展局资金支持的企业，通常已经经过了政府机构严格的尽职调查和技术审查。医药科技是一个专业门槛非常高的产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在生物科技领域，新药研发的失败率远超普通人的想象。开发一款新药平均需要花费10几亿美元，耗时10年以上。临床试验通常分为3个阶段，第一期试验只在几十个健康志愿者身上进行，主要测试药物的安全性。第2期试验会在几百名患者身上测试药物的有效性和适当的剂量。很多初创医疗公司在这个阶段公布的数据看起来非常出色，市场对新技术的期待往往会让股价在短期内大幅上涨。一旦进入耗资巨大的第3期大规模临床试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第3期试验需要招募数千名患者，进行严格的双盲对照测试，以验证药物的长期安全性和最终疗效。大部分候选药物都会在这个阶段宣告失败，即使完成了临床试验，在申请卫生科学局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商业化审批时，也可能因为数据不达标被打回。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公司的估值会在几天内大幅缩水，股价剧烈波动是这个行业的常态。普通人投资医药科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听信市场传言炒股，或者被复杂的医学专有名词迷惑。如果一家公司频繁在新闻里发布公关稿，宣称自己即将攻克某个世界级医学难题，你一定要去查阅它的财务报表。如果你发现它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商业化收入，账上的现金储备只够烧不到1年，全靠不断发行新股向市场融资来维持日常运营，那么不管管理层把前景描绘得多么完美，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发行新股会严重稀释现有股东的权益。投资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你看不懂一家公司的盈利模式，也无法评估它产品获批的概率，宁愿放弃这次机会，也不要盲目买入，保持理性的判断，重点关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和产品实际推向市场的能力，这是在资本市场中长期生存的重要基础。新加坡的医药科技产业经过多年的政府扶持和资本投入，产业链结构已经非常清晰，从上游的研发中心到中游的精密制造，再到下游的临床应用，整个生态系统都在快速扩张。这个市场不仅面向大型机构，也向普通投资者开放了参与的渠道，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观念，学习使用新的投资工具来获取产业发展的收益。资金总是倾向于流向那些能够提前看懂产业趋势的地方。今天分享的信息密度比较高，涉及了政策背景、产业数据和具体的财务分析方法，建议收藏下来反复观看。你可以花时间去阅读几家相关公司的年度报告，了解他们的业务构成和现金流状况，建立属于自己的投资分析框架。那么，你目前是倾向于继续持有传统的房地产，还是准备在医药科技领域里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判断，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为你提供了有价值的增量信息，请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行业数据分析。我是专门为你拆解科技商业逻辑的投资分析师，我们下期见。